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？明明你是对的，对方却死不认错。明明合约写得清清楚楚，合作伙伴却想赖账。这时候，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是不是想跟他死磕到底？想找律师，想上法院，甚至想在开会时当众拆穿他，非要争个谁对谁错不可。如果你现在正处于这种愤愤不平的状态，请先冷静10秒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一卦，就是专门治这种不服气的。它是易经的第6卦，天水讼。很多人一听讼，就觉得是打官司，算命说要闹法庭。错了，在易经的智慧里，讼卦远比官司深刻得多。它讲述的是当天与水背道而驰时，一个人在利益与价值的冲突中，如何守住自己的元气。学会了讼卦，你可能不会成为辩论冠军，但你一定会成为那个在纷争中全身而退，最后获利最稳的人。我们来看天水讼的结构，上面是乾，代表天，下面是坎，代表水。这很有意思，天是向上升的，水是向下流的，这象征着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当两个人的核心利益与价值取向完全往相反方向走，这就是讼的物理基础。再看深一点，乾卦代表刚健、硬气，坎卦代表险难、陷阱。当一个人性格太刚、太想赢，而环境又充满风险和算计的时候，冲突就爆发了。易经给讼卦的断语非常惊人，有福、治替、终吉、中凶，翻译成现代口语就是你有理，但你会感到郁闷、警惕。如果你能在事情闹大前适可而止，那是吉祥的。但如果你非要坚持到底，把架吵赢，把官司打完，那对不起，结果一定是中凶。这就是易经最反直觉的地方。明明你有理，为什么会是大凶？因为讼这件事本质上是对生命能量的极大内耗。我们把讼卦放进职场场景，想象一下，你在会议上提了一个方案，结果隔壁部门的老王为了甩锅，疯狂攻击你的逻辑。你手握数据，当场把他驳斥的哑口无言，同事们纷纷侧目。你觉得你赢了吗？在讼卦看来，你输惨了。讼卦的第一个应用哲学就是慎始。卦辞说，利见大人，不利涉大川。这是在告诉我们，遇到冲突，第一时间不是去找对方对峙，而是找一个层次比你高、视角比你广的大人去请教。为什么不利涉大川？因为当你陷入争论时，就像在风暴中强行渡河，即便你过了河，你的船也毁了，体力也耗尽了。在职场中，很多人喜欢据理力争，但易经提醒你，争论的本质是阳刚过度。当你用最完美的逻辑把对方逼到墙角，你其实是在给自己制造一个永久性的敌人。讼卦的爻辞里说，不克讼，复己命，于安贞，吉，意思是，如果你争不赢，或者发现苗头不对，赶紧回来，回到你原本的岗位上，改变心态求安稳，这才是大忌。这不是退缩，这叫止损。聪明人在职场上从不追求辩论胜利，他们追求的是目标达成。如果吵赢对手会让你以后的协作举步维艰，那这场讼从一开始就不该打。在商业世界里，讼卦简直是创业者的护身符。所有官司其实在签合约的那天就已经埋下伏笔了。这就是卦象下半部那个象征险境的坎。讼卦告诉我们的商业哲学是，所有能用合约解决的，都不要用情绪解决；所有能用利益交换解决的，都不要用法庭解决。在序卦传中，讼卦前面是象征需求与等待的虚卦，后面是象征战争的实卦。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过渡，当需求无法满足，就会产生争执。如果争执处理不好，下一步就是你死我活的战争。所以实务中的讼卦应用有3层。首先是出爻的不庸所事，事情刚开始不对劲时，赶紧解释清楚，小事化了，虽然受点小委屈，但最后是吉祥的。接着是9·2的龟而剥，发现对方的势力比你大，这叫以卵击石，赶紧撤退，保住元气。
最后是95的宋元吉。如果你非争不可，必须确保自己站在中正的位置，诉求完全合法、合情、合理，并得到公正第三方的支持。但即便如此，易经依然在最后一爻给了我们一个警示：或袭之盘带，争朝3尺之。意思是说，就算你打赢了官司，朝廷赐给你华丽的战利品，但在1天之内也会被人家夺回去3次。这意味着靠宋赢来的东西是守不住的，因为你赢了名分，却输了人心；赢了赔偿，却输了信誉。在商业社会，一个爱打官司、爱争是非的人，大家最终都会敬而远之。宋卦的大象传说：天与水为行，宋，君子以做事谋始。这是我认为全卦最精华的一句话。既然天向西，水向东，两者注定要分离，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看清楚？我们生活中90%以上的痛苦与争执，都源于开头的随意。因为不好意思谈钱而合伙创业，最后为了股权撕破脸；因为当初没看清价值观而结婚，最后为了家务事天天吵架；因为定义清楚需求而接案，最后被客户疯狂改稿。做事谋始，就是宋卦的哲学终点。如果你能在事情开始时就预判到可能的冲突点，并用制度与共识把它规避掉，那你这辈子就不需要用到宋的技巧。这也让我想到了现代法律中的非诉讼解决机制。真正的智者是那种能把矛盾消解于无形的人。在心理学层面，宋卦也对应着我们的内在冲突。很多时候我们在跟别人吵架，其实是在跟自己过不去，是我们内心那个刚强的自我在与恐惧的本能打架。我们争的是理吗？不，我们争的是那份我没错的虚荣感。当你看透了这一点，你会发现大部分的争执都是无意义的散热。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每个人都想表达，每个人都想说服别人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。法庭、社交媒体，甚至家庭聚餐的餐桌，到处都是天水宋的战场。但请记住，宋卦告诉我们，即便你赢了，即便你拿到了象征胜利的奖赏，你依然会陷入无止境的报复与焦虑中。真正的强者不是那个在法庭上口若悬河的人，而是那个看穿了冲突的本质，选择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人。如果冲突已经发生，请记住2点：第一，终极；中凶，适可而止是智慧，坚持到底是愚蠢。第二，退一步，不是海阔天空，而是保住你的元气不被垃圾人士消耗。下一次当你想跟人争个高下时，不妨想一想这个天水宋，问问自己，我是在做一件不利社大川的显事吗？我是否忘了做事谋始的初衷？当你放下了那份非赢不可的执念，你会发现世界变安静了，而你的力量反而因为不再外泄变得更加强大。感谢收看今天的分享。如果你也曾有过那种赢了官司输了生活的经历，或者你对宋卦有不同的见解，欢迎在下方分享你的故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